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2月12日星期三，佛历3月霞初时，万象多云，21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14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0基普，涨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83.6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2.7基普，涨幅 0.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4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 0.2%。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76.29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1 点，涨幅 0.09%。开盘 1276.97 点，最高 1277.18 点，最低 1266.2 点。成交量44万4900股，成交金额9亿1763万2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200基普，交易量20万6100股，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联合发展银行。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2200基普，交易额4亿5189万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278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万基普，跌幅 0.04%。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2月1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1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46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646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210基普，涨幅 1.07%，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250基普，涨幅 1.13%， 95号汽油价格上涨630基普，涨幅 2.44%。 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最高人民法院表彰2025年度先进集体与个人。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2025年度工作总结及表彰大会，院长万通锡潘敦主持会议。会议表彰了包括最高法14个直属部门、60个地方法院及4个军事法院在内的多个先进集体与优秀个人。万通锡潘敦院长在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审判质量与效率。各级法院应明确职权，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增强社会公信力，同时要强化监察职能，严厉打击腐败。2. 庆祝改善老挝儿童福利项目圆满成功。近日，中老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万象庆祝老挝儿童保护与福利项目的成功实施。该项目由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支持，旨在通过南合作提升老挝卫生、营养及儿童保护水平。项目为老挝妇联和19家医院提供了关键医疗及办公设备，发放了7700箱营养补充剂，重点改善了新生儿医疗条件并应对儿童营养不良。中国驻老大使方红表示，这体现了中老命运共同体下对妇女儿童福利的关切。3. 总理出席全国卫生工作总结会。2月10日，总理宋塞锡潘敦出席全国卫生工作总结会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卫生部门需全面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与现代化水平，重点要求包括强化基层医疗，确保2030年消除部分重大传染病，改善妇幼营养及偏远地区卫生，推动中央与省级医院向自主经营转型，大力发展本土医药产业，支持中西医结合及草药开发，加强医护人才培养，保持白衣战士高尚医德。同时，需加强对私立医疗机构的监管，深化国际合作，坚持预防为主方针，确保全民享有公平、优质的健康服务。4. 绿杯项目指导委员会召开年度会议。老挝绿杯项目指导委员会近期举行年度会议，
政府代表、欧盟及法国开发署等合作伙伴参会。会议回顾了2025年成效，并确定了2026年关于老挝咖啡与茶叶产业的发展蓝图。该项目由欧盟和法国开发署资助，核心目标是打造可持续且具气候韧性的价值链。会议深入探讨了产业开发、气候应对及市场准入等议题。目前，项目已显著惠及老挝北部农户，通过推广综合农业和拓宽市场，有效促进了当地妇女与青年的职业发展，为老挝特色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5. 泰国警方截获12名企图偷渡入境的老挝劳工。据泰国媒体消息，乌汶府警方在上周成功破获一起非法跨国运送劳工案，在班猛埃附近路段，警方成功拦截2名泰国籍接头人，并查获其非法运送的12名老挝籍劳工。涉案的2名泰国籍男子分别为43岁的阿提和33岁的阿努宋，两人因涉嫌非法组织运送外籍劳工入境，已被警方依法起诉。目前，涉案的2名泰国公民及12名老挝籍劳工已被全部移交给办案调查人员。6. 万象市发生轿车撞击电线杆事故。2月11日上午9点，万象市塞瑟塔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在由华库往塔兰红绿灯十字路口行驶的路段失控，猛烈撞击路旁电线杆后，导致车辆4轮朝天翻覆。幸运的是，驾驶员并未在事故中受伤。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事故发生的原因尚在调查取证中。7. 柬埔寨西港扣留约800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外国人。2月10日，柬埔寨警方在西哈努克市突击搜查，扣留了约800名涉嫌跨境诈骗的外国人。被扣人员涉及日本、美国、中国等至少7个国家。警方当场收缴电脑650台，手机1000余部。由于柬埔寨近年频受国际关注，被视为跨境犯罪及电诈团伙的据点，当局已加大打击力度。目前，日本大使馆正跟进协调此事。8. 越南警方春节前重拳打击盗猫团伙。越南胡志明市东胜警方近期破获一起宠物猫盗窃案，起诉9名嫌疑人。该团伙在春节前夕频繁流窜作案，通过盗卖宠物猫非法获利。警方在行动中解救了18只被盗猫，并缴获了捕兽器及用于暴力抗法的胡椒喷雾。经查，一名68岁男子负责收赃倒卖。目前，所有被盗宠物猫已由警方送还给失主。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